到你，却又惊雷起。长夜落日山河灼，你在缥缈云里花里，你在缥缈云里花里。唱歌一曲，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。唱歌一曲，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。唱歌一曲。怎么样？太好了！可是我们还是晚了一步。恩师，事已至此，我们下面该怎么办？我看是时候。站住！你做什么去了？我出去转转。出去转转，好一张巧嘴！我看你是替你奶奶送信儿去了吧？站住！走走。事情经过就是这样。据庞四指认，和春儿见面的那个人，就是在太平镇与他接头的赵先生。该收网了。先生，何进已将春儿拿住。好，一切照计划行事。是。春儿，见到他了吗？见到了。胆瓶呢？已经交到了他手中。哎，你为什么看起来如此慌张啊？没有啊。对了，夫人，他来了，在老地方等您。哦，您赶快去吧。你在吗？说说吧，他到底是谁？县令大人，先生，出大事了！怎么了？何武奇被杀了！什么？今晨接到运河边渔人报案，何武奇被人杀死在运河旁的望水亭中。现场是什么样子的？下官接到报案后，命衙役火速前去封锁现场，随后赶到这里，想请先生随我一道去勘察一番。好，我们马上出发。先生，要不要将此事告知何武奇的家人呢？而今事态尚不明朗，我看还是待勘察现场完毕之后再通告家人。好。
现场在哪里？就在这望水亭中。好，带我们过去。是。请。好，请。这是一只左手。左手。先生，昨日勘察现场之时，您曾经做出了分析。孙喜旺怒杀严氏之后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潜入长婆家中，问出奸夫姓名，而后杀人灭口。他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杀死奸夫何武奇呀！难道这又是孙喜旺所为？小玉，上次盘问严氏之时，他曾经提起，小玉是他未出阁时在娘家用的乳名。哦，明白了。这张字条以严氏的口吻，约何武奇到望水亭见面。而这只金簪很有可能是何武奇送给严氏的，凶手用它做个信物，使何武奇对这张条子的真实性深信不疑。不错，凶手定是用这张字条将何武奇骗到此处，而他则在暗中埋伏，待何武奇一到，便痛下杀手。从目前的状况来看，只有孙喜旺才能够得到严氏的金簪，也只有他才知道严氏的乳名。而且，杀死何武奇的钢刀把柄之上有一个左手的血手印。看起来，一切证据全都指向了孙喜旺。不错，而且他也是唯一一个有杀人动机的人。从通衢客栈中的杀人命案，到严氏长婆被杀，再到今日何武奇之死，不难看出，这是一起由同一个凶手制造的连环凶杀案。其最终目的就是要除掉何武奇。哦，县令大人，看来马上就可以定案了。是的，目前案情已经真相大白，只是案犯孙喜旺在逃。请先生放心，下官一定竭尽全力，尽快缉拿杀人凶手孙喜旺到衙。那我们就回去吧。啊，哦，县令大人，你恐怕要亲自将何武奇的死讯告知他的夫人。好，啊，请。何静啊，先生，你家老爷出事了。啊，你马上去将夫人唤到正堂。是。哦，请县令大人先到正堂，将何武奇的死讯及事情的始末原委告知夫人。老朽随后就到。有劳先生。大人太客气了。请。好。大人里面请。请。好了，你下去吧，本县一人进去。是。
你是谁？啊！你是人是鬼？没想到吧，县令大人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你没死？是的，我没死。你一定很失望吧？怀先生，这是何意呀？怎么，县令大人要走啊？啊，是，本县还有些急务要处置，必须马上赶回衙内。哦，是吗？可这里的好戏却刚刚开始，缺了你这位主角，怎么演下去啊？怀先生，说什么文清不明白？你可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不明白。好啊，那就让我来告诉你吧。那个在通衢客栈中错杀春香田六，在孙继绸布店及常家暗夜行凶，杀死严氏和常婆，嫁祸孙喜旺，以及昨日以金簪纸条诱骗何武奇夜至望水亭，最终将其杀死的连环命案凶手就是你，文清。不想说说吗，县令大人？哼，怀先生，说我是杀人凶手，有何凭据呀？要凭据很简单，你杀害严氏，乃是孙喜旺亲眼所见，他说的话就是真凭实据。昨夜孙喜旺醒来之后，将严氏遇害那晚所发生的一切全都告诉了我。本来你率手下的亲信衙役暗入孙家，是想直接杀害严氏，嫁祸给孙喜旺。然而更好的机会来了，当你从院墙跳进孙家之后，发现这夫妻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，最后竟然动起手来。你这个恶婆子，恶婆子！娶了你，真是我孙喜旺倒了8辈子的霉了！你打死我吧！我真恨不得一剪刀戳死你，放进我心头之恨！你这要杀我！圣玉，县令大人，不错，是我。若不是那位怀先生，我还真不知道，原来在通衢客栈丙号房中与我搏斗的那个人，竟然是你。杀死春香和田六的凶手是你。说对了。你知道严氏的奸夫是谁吗？何武奇。啊，是他。是的。其实说起来，我们的目的是相同的，那就是要何武奇死。
可是就凭你一个平头百姓，就是再混10年，也杀不了他。我说的没错吧？所以你要帮帮我。怎么帮你？哼，很简单。好了，现在你只要跟我们走就可以了。走。孙喜旺，我说的不错吧？大人，一点都没错，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的。杀死严氏，劫走孙喜旺之后，你在当天夜里又进行了第2个步骤，那就是将长婆杀死。哦，我为什么要杀死长婆呢？因为你的最终目的是要杀死何武奇，嫁祸给孙喜旺。而孙喜旺当时还并不知道奸夫便是何武奇。如果这一点无法坐实，那么你栽赃嫁祸的毒计就不能够成立。这个时候，你突然想到了狄春、张环和吴头监视孙家布店的那天夜里，吴头对我们说过的一番话。来了，请进。先生，怎么样，县令大人？是不是严氏那边有什么动静了？正是。吴头，你说说吧。大约1个时辰前，严氏跑到2条街外的一户人家，站在门口与里面的人说了些什么。据孙喜旺指认，这家主人姓常，人称常妈妈。他怀疑就是这个常妈妈为严氏与奸夫搭了桥。当时负责监视的吴头回来禀告，将这番话原原本本地叙述了一遍，我们大家都听到了。不错，我记得很清楚。哼，是的，可这能说明什么呢？这说明你终于找到了一个令大家信服的原因，来嫁祸孙喜旺，那就是孙喜旺早就怀疑是常婆替奸夫淫妇搭桥，因此在杀死严氏之后，暗入常婆家中，从他口中问出了奸夫的姓名，而后将其杀死灭口，自己暂时躲避起来，等待时机除掉何武奇。你竭力在现场做出很多假线索，使我们自然而然地进入你所设的骗局之中，确信这一切都是孙喜旺所为，这样就为你达到最终目的彻底铺平了道路。因为这个论断一经确立，只要何武奇日后被杀，那么凶手肯定是孙喜旺，不会再怀疑到旁人身上。于是昨天勘察现场完毕之后，你便来到河源面见何武奇。名义上是提醒他注意安全，其实留步吧请。哦，怀先生啊，曾先生啊，县令大人。哎呀，县令大人光临寒舍，真是蓬荜生辉呀！有几句话想与何掌柜说一说啊。哦，那我们就告辞了啊。怀先生请。好，怀先生走好啊。大人，请。何掌柜，本县今日前来，非为别事，乃为严氏被杀一案啊，证据全都指向了你。什么？严？大人，您在说什么呀？哼！怎么？事到如今，何掌柜还想和本县演戏吗？实话告诉你，我来
是想帮助你的，否则早就将你锁进衙内问话了。是，大人，不知他是怎么死的？此处人多眼杂，不是讲话之所。这样吧，今夜2更，你到运河旁的望水亭，你我2人将此事彻底了结，不要留下任何麻烦。好，我一定到。记住，不要告诉任何人。请大人放心。于是入夜之后，何武奇只身离开河源，前往望水亭，而你则带领手下的亲信和孙喜旺，埋伏在亭子的四周。县令大人，县令大人，县令大人，何掌柜，不是让你一个人来吗？大人，我是一个人来的呀。你看那是谁？过来！哎呦！怎么样，县令大人？当时的情形是这样吧？怀先生的想象力真是丰富啊！我说的对吧？对，一点不错，一点都没错。然而你没有想到的是，就在你行凶的同时，我想通了这一切。当然，我也想到了你会对何武奇和孙喜旺下毒手，于是我便派手下全城查找，果然在望水亭找到了他们2人。哦，也就是说，你的人昨夜也到过望水亭？正是。当时狄春检查现场发现何武奇已经死去，而孙喜旺还有一口气，于是他便将孙喜旺抬回了河源。大人，老爷，狄春，怎么样？找到了，老爷，现场的情形与您说的一模一样。何武奇和孙喜旺倒在血泊中，何武奇的胸前插着一柄钢刀，孙喜旺的后背插着一柄匕首。哎呀，还是晚了一步。李春，这2人都死了吗？何武奇是死了，可孙喜旺好像还有一丝呼吸。怎么，他还活着？好像还有口气儿。他现在何处？我命卫士将他抬到我的房中。走去看看。李春呐，把他翻过来。好。还有口气，马上施救。好。我救活了孙喜旺，他在今天早晨苏醒过来，对我说出了真相。哼，真相？真相就是孙喜旺杀害了严氏、常婆，还有何武奇。哦，我倒想听一听。怀先生，除了孙喜旺的叙述，还有什么能够证明你的这些推断呢？而本县却有大量的物证，证明孙喜旺是个杀人凶犯。大唐永徽律规制，人证为首，物证其次，又首告即为证。因此，只要孙喜旺的证词呈堂，
必定认可。可是谁又能够证实孙喜旺证词的真实性呢？难道他没有可能是在陷害本县吗？动机呢？孙喜旺一个平头百姓，与你无冤无仇，在通衢客栈命案发生之前，你们甚至从来没有见过面，他为什么要陷害于你？再有，即使他想诬指旁人，为自己脱罪，难道不能找一个同样的平民百姓，却不知死活地咬上你这位堂堂朝廷的正七品县令，须以本地的父母官去陷害，这合乎情理吗？还有，按永徽律，诸诬告人者各反坐，这只是对平民而言。如果他敢诬告上官，那就不仅仅是反坐了，他要付出10倍的代价。一个正常人会这么做吗？太宗贞观律条规，2人相证，是未可知。也就是说，2人是无法相互印证对方说辞的真实性。首先，2人相证所说的2人，指的是2个相互熟识、素有嫌隙之人，因而有可能互相诬指陷害，而不是指2个素不相识的陌路人。其次，你所说的2人相证，是未可知，乃当年太宗朝用于侯君集谋反案中的规条。当时太宗皇帝认为，收告者张亮与侯君集同殿为臣，往从甚密，有可能因嫌生恨，互相陷害，因此才定下了这一条规。换句话说，它只适用于大逆律，并不适用于民间斗讼。因此，你刚刚说的这番辩词，可以说是苍白无力。不论此案到了哪一个衙门，遇到什么样的堂官，都不会相信你的话。哼！还有一个人，也许你想见一见。哦？是谁？进去。你，夫人，将你昨夜所说之事再说上一遍吧。文清，他们都知道了，你就认了吧。是我连累了你。怎么，子君，你把我们之间的事情全都告诉他们了？是的，昨夜春儿到县衙为你送那只装着盐卡的胆瓶，回来的时候在角门被抓。他们命春儿诱我到后角门旁，而等着我的正是怀先生。看来你早就想到了凶手是我。将夫人带到一边。是。不错。当我想通了案情的来龙去脉，便立刻感到何武奇和孙喜旺身处危境之中。于是我立刻命令狄春率手下四处寻找这2人的下落。果然，在望水亭中发现了他们。我想天明时你来到现场，发现孙喜旺的尸体不见了，一定是大吃一惊吧？正是，我当时百思不得其解。我明明杀死了孙喜旺，怎么会他的尸首竟然会不见了呢？那是狄春将他救回了河源。唉，我还以为自己已经做得天衣无缝了，可谁想到……怎么样，县令大人？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何可说？唉，时也，命也，我无话可说。昨天夜里，夫人对我说，你2人本是仪表兄妹，自小青梅竹马，
你因赶考经年未归，回来后才发现昔日的心爱之人子君已成了他人之妻。正暗自神伤之时，夫人暗中派春儿约你见面，告诉你何武奇使用卑劣的手段迫使父亲将自己下嫁给他，并在2年前用慢性毒药将老人毒死，自己接管了李继言号。而夫人这些年之所以虚以委蛇，就是在暗中等待时机，杀掉何武奇，为其父报仇。于是，一个复仇的计划便诞生了。首先，你们经过长时间的跟踪，发现何武奇与严氏定期幽会，而且每次都在通衢客栈的 D 字甲号房中。于是几天前的夜里，你2人暗入客栈，准备动手。子君，你在这里等候，我潜入隔壁房中，除掉这对奸夫淫妇。不，我要和你一起去，我要亲手杀死那个畜生。子君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一旦你一时手软，杀不了何武奇，令其惊醒，那不光是功亏一篑，咱们2个都得完蛋。听我的话，你在这里等候，待我除掉他们之后，再带你过去，好吧？你错杀了春香和田六之后，当然不会甘心。更为严重的是，孙喜旺看到了夫人的真面目，于是，一条一石二鸟、嫁祸于人的毒计便在你的脑海里产生了。你利用孙喜旺报仇的心理，布下了这个迷局，既可以除掉孙喜旺，保证夫人的安全，又可以顺利地杀死仇人何武奇，嫁祸旁人，真可谓是煞费苦心呐。先生，先生，此事都是因我而起，与文清无关，千刀万剐由子君一个人承担，你千万不要将文清的事情说出去，我求你了。好了，起来吧，啊！妇人，可怜呐！你真的以为文清如此处心积虑地除掉何武奇，是为了替你报仇吗？你好好想一想，他为什么要让你盗取那只装着盐卡的胆瓶？先生，您说的话，妾身不懂。文清之所以殚精竭虑，不择手段除掉何武奇，真正的目的是要取而代之，独霸盱眙严氏。而夫人你不过是被他利用的一个工具而已。怎么样，文清？我说的不错吧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。不知道？我跟你提一个人，你就知道了。谁？到太平镇接盐的赵先生。
你是怎么？我怎么知道的，对吧？昨夜我听何静说起，夫人暗入正堂，盗取装盐卡的胆瓶，而这之前，水生和庞四则说，前来送盐的盐枭，竟然是被赵先生带去的官军消灭的。如果官军是在奉命稽查私盐、抓捕盐枭，却为什么不见那些被缴获的私盐呢？这就说明此次行动乃是披着官府外衣的黑吃黑。那么，在盱眙附近能够调动官军的人会是谁呢？当然是你，县令大人。想通了这一点，我让水生和庞四跟踪小丫鬟春儿来到县衙，果然庞四认出了你。县令大人，你便是那位神秘的赵先生。你这是血口喷人！我不是什么赵先生。你可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你回过头去看看，看看你身后的人是谁。恶贼！你还认识我吗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这狗娘养的，杀了我所有的弟兄！我他娘跟你拼了！大哥，这不是我的意思，是葛天霸派人给我送信，要我将你们一网打尽，不留活口的。真的是他？是卧虎庄的管家葛彪送来的书信呐。文清，事已至此，你还要狡赖吗？你说，我都说。怀先生说的是，我之所以要除掉何武奇，就是想独霸盱眙严氏啊！李锤，夫人，老爷，把他扶下去。是。慢点。曾太啊，你给他看看吧。是。看看这个吧，县令大人。啊！哼！的哥了！没想到吧？啊！这个沽名钓誉的伪君子，内藏奸诈的官藏贼，身为朝廷七品，不思德政，不恤民情，贪婪狡诈，阴险歹毒，国难当头，不思抚民生，还报天恩，千方百计与歹徒合谋，贩卖私盐，谋取暴利。更有甚者，身为一方父母，竟视治下百姓的生命如草芥，为一己私利随意格杀，居然无丝毫愧意，真是枉披了这一张人皮。文清，今日你将此案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，还字罢了。如若谎言欺诈，必实就虚。本阁当堂就要秉圣意，明公刑，要你粉身碎骨。阁老饶命，犯官一定实话实说。好吧，起来说话。是。阁老，此事还要从韩沟复船说起。说吧。阁老可能知道，韩沟复船之后，漕运梗阻，食盐无法运抵盱眙以北各县，而各县储备的官盐又严重不足，因此盐荒已迫在眉睫。于是，盱眙以北9个缺盐县的县令联名给刺史大人上书，要求陆路运盐。扬州通往淮北的陆路虽然艰涩，中间又有洪泽湖的阻断，
但值此危急时刻，只能暂经陆路转运，以解燃眉之急。我曾听这里的百姓说起，周刺史崔亮派出运盐队在洪泽湖区为水匪所劫，自此崔亮便拒绝再为炎黄地区运盐。正是。后来卑职才从卧虎庄葛庄主的口中得知，在洪泽湖中劫夺官盐的便是他手下的水寨头目。哦，葛天霸是怎样得知盐船何时经过湖区呢？据葛庄主讲，是他的上峰派人来传递的消息。他的上峰是谁？请记得订阅频道，请记得在影片下方帮我们留言、按赞、分享。